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表扬孩子和鼓励孩子到底有什么区别。我们都说要多鼓励少表扬，多描述少批评，可以避免孩子被表扬绑架或输不起。看完这影片你就知道以后该夸孩子聪明还是该肯定孩子很努力。这看似平常两句话，没想到会造成不同的巨大影响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将让你收获满满。大家好，我是花瑞爸，我是一个二宝爸。为了更好的教育自己小孩，我自己看了许多文章。若你是第一次来这频道，这里是分享给大家养儿育儿经验的地方。若你感兴趣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固定每星期都有影片更新。斯坦福大学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卡罗尔·德维克，在过去的10年里头，他和他的团队在研究表扬对孩子的影响。他们对纽约20所学校400名小学5年级的学生做了长期的研究。这项研究结果令学术震惊，大家常常会把表扬和鼓励混为一谈，认为这两者都是鼓励人积极向上、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。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测试结果，令人震惊的是，表扬和鼓励的结果大相径庭，对后续影响也非常关键。宝爸宝妈的教育也是必须知道这一点的。孩子对表扬或鼓励会有多敏感呢？一句话，画出分水岭。首先让孩子们独立完成一系列智力拼图任务。研究人员每次只从教室里叫出一个孩子进行一轮测试。当然这种测试是智商的测试，测试题目是非常简单的智力拼图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相当出色地完成任务。每个孩子完成测试后，研究人员会把分数告诉他，并附上一句鼓励或表扬的话。研究人员随机地把孩子分成2组，一组孩子得到第一句关于智商的夸奖及表扬，比如你在拼图方面很有天分，你很聪明。另一组孩子得到一句关于努力的回应及鼓励，比如说你刚才一定非常努力，所以表现得很出色。为什么都只给一句赞美的话呢？对此德维克解释说，我们想看看孩子对表扬和鼓励有多敏感。我当时有一种直觉，一句赞美的话足以看到不同的差异效果。第2轮拼图测试结果渐渐地呈现差别。随后孩子们参加第2轮拼图测试，有2种不同难度的测试可选，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哪一种测试，一种较难，但会测试过程当中学到新的知识。另外一种是和上一轮类似的简单测试，结果发现那些在第1轮中被说努力的孩子中，有 90% 选择了难度较大的任务，而那些被表扬聪明的孩子，你真聪明，你可真棒啊，这一群人则大部分选择了简单的任务。由此可见，被夸聪明而自以为聪明的孩子不喜欢面对挑战，也就是他们的抗挫能力可能会更差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相径庭的不同呢？我们说表扬是什么？表扬是宝贝你真棒，你太聪明了，这是表扬，我们家长要慎用。而鼓励是什么呢？鼓励就是我看到了你的努力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，因为你的努力，所以你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。为什么大相径庭？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呢？德维克在研究报告当中就写到说，当我们夸孩子聪明的时候，就等于在告诉他们，为了保持聪明，不要冒可能犯错的危险。这也就是实验中聪明的孩子的所作所为。为了保证看起来聪明而躲避一些出丑的这个风险，测试继续进行，差别也越来越大。第3次，所有孩子参加同一种测试，不能选择题目。这次测试很难，是国中水准的考题，可想而知，对于小学5年级的孩子来讲，其实还是蛮难的。之前得到不同赞美的孩子们，面对失败产生了差异巨大的反应。那些先前被回应努力的孩子，认为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。这次测试是因为德维克团队要故意让孩子们遭受挫折。接下来他们给孩子们做了第4轮测试，这次的题目和第1轮一样简单。那些被赞美努力的孩子，在这次测试中的分数比第1次提高了 30% 左右，而那些被夸聪明的孩子，这次得分和第1次相比却退步了大约 20%。 令人震惊的结果，德维克一开始认为
表扬对孩子虽不一定有好作用，但也应不会太差。但这个实验的结果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。他解释说，鼓励孩子努力用功，会给孩子一个可以掌控的感觉，孩子会认为成功与否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。反之，表扬及夸奖聪明，那就等于功不在自己掌握之中。这样，当他们面对失败之后，往往较容易会束手无策。之后对孩子们的追踪访谈中，德维克发现那些认为天赋就是成功关键的孩子，不自觉地会看清努力的重要性。这些孩子会这样推理：我很聪明，所以我不用那么用功。他们甚至认为努力是很愚蠢的方式，好像是主动地向大家承认自己不够努力。德维克的实验重复了很多次，他发现无论孩子有怎样的家庭背景，都受不了被夸奖聪明后遭受挫折的失败感。男孩女孩都一样，尤其是好成绩的女孩遭受打击程度最大，甚至学龄前儿童也一样。这样的表扬都会害了他们。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努力，而不是单纯的表扬孩子。对于孩子，赞美就像抗生素，不能乱用。父母应该掌握正确的赞美方式，才能把孩子培养成成长型思维的人。每个人都有着一个神奇器官，帮助我们接受表扬和鼓励，它就是我们的大脑。每个人都有大脑，但不是每一个大脑都会思考。父母鼓励孩子思考，才是培养孩子成长型思维的关键。鼓励孩子，有时侧面鼓励要比直接鼓励的效果更好。比如说，有个男孩非常喜欢跳舞，结果第一次跳舞比赛，他就摔了一个骨折，然后发誓再也不跳舞了。这时候，父母从侧面赞美跳舞衣服都很漂亮，孩子穿上很酷哦，要比鼓励孩子勇敢更有效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有很多个第一次需要他们去面对，失败是在所难免的。这时，父母鼓励孩子参与，不仅可以增加孩子的信心，还可以让孩子懂得参与和体验，要比结果重要。在心理学研究中发现，教育是让孩子相信他自己拥有变得更好的力量。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主要由思维模式组成，可大致分为成长型思维、固定型思维，两者皆各有特点。成长型思维的孩子更容易拥抱成功，他们相信透过努力可以改变思维和能力，困难和失败只是帮助自己进步的挑战，所以他们对学习充满热情。而成长型思维也可以依靠教育培养出来，特别是从3岁起，孩子开始逐渐透过潜意识吸收周围事物，更能具体透过器官分析判断环境里的事物。也就是说，3岁孩子探索世界的方式会发生根本的变化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教育方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赞美孩子的努力。策略和选择与天赋无关，这能决定他一生思维的高度。所以请停止对孩子说你真聪明。人其实最根本的本质一直都希望受到他人赞赏，不过赞赏教育绝对不是简单的夸奖与鼓励。那些盲目被夸奖的孩子有可能正面临着成长型思维远离的处境，最后失去自身的判断力与得失心重的问题。正确的赞美方式可以让孩子对自己产生信任感，使孩子相信他拥有更好的力量。生活中，父母不要因为溺爱或替孩子做决定，有时候父母要敢于放手，鼓励孩子去选择和尝试。父母越是敢于放手，孩子的自主意识和自理能力才会更强。当孩子做好一件事后，父母如果夸孩子聪明，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哪些行为是好的，哪些行为做得还不够。如果父母能够称赞孩子的具体行为，孩子就会把好的行为坚持下去，成为一种好习惯。父母称赞越多，孩子的好习惯也就越多。尤其建议有小学以上孩子的家长，当时机对了，就请称赞他的努力吧。虽然只是一句话，却会对孩子造成重大影响，继而培育出具挑战精神的孩子。孩子受到鼓励之后，就会发生变化。他们会觉得父母认同我，努力就能进步，挑战很重要，会变得更勇于挑战，世界也会更宽广，越来越充满欢笑。未来大家还有怎样育儿议题感兴趣吗？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和我说。
我一定会把大家的宝贵意见记下来，并制作出更多优质影片，让你和小孩可达到更好的亲子关系。若你感兴趣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固定每星期都有影片更新。